清晨时分，薄雾未散，阳光轻柔地穿透竹林，落在佛陀与众弟子的身上。在场的信众安静地盘膝而坐，恭敬等待佛陀的开示。就在佛陀准备开口之际，一位名叫贤达的居士从人群中站起，他脸上写满了苦恼与无奈，向佛陀深深一拜，接着以颤抖的声音开口道：世尊，弟子心中十分痛苦，不知该如何解决与儿子之间的问题，恳求世尊慈悲开示。佛陀温柔地看着贤达，没有立刻回复，而是鼓励他继续说出自己的困扰。于是贤达继续说道：我的儿子今年15岁，但他对我极为不敬，经常出言顶撞，态度粗暴无礼。我努力想要教导他，反而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化，甚至变成无法沟通的局面。弟子心中痛苦万分，完全不明白为何自己的儿子会这样对待我。听完这番话，在座的其他弟子与信徒纷纷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，因为这样的家庭问题似乎早已是普遍现象，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佛陀这时候轻声问道：贤达，你的双亲现在是否健在？听到佛陀这么一问，贤达的脸上显出一丝尴尬与羞愧，接着缓缓回答：回世尊，我的双亲都还健在，但年事已高，时常生病，需要我照顾。老实说，我平日工作繁忙，对他们缺乏耐性，经常不耐烦地回应，甚至觉得照顾他们是一种负担。说完这些话，贤达神情黯然，内心开始感到不安。他原本只是抱怨自己的儿子，现在却被佛陀问到对自己父母的态度，让他有些措手不及。佛陀温柔而坚定地说道：贤达，你的问题其实并非只存在于你与儿子之间，而是在你与你父母之间已经种下了因缘。贤达吃惊地抬头，内心涌起一丝疑惑。佛陀随即继续说道：世间的一切事情都离不开因果法则，你对父母的态度正是你儿子对你态度的根源。佛陀的这番话犹如沉重木鼓般敲响在所有在场的人心中，令众人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起自己与父母之间的相处方式。佛陀接着说：今天我便以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你们家庭关系背后深刻的因果联系，希望你们都能认真听闻，并从中得到启发与改变。众人听闻佛陀如此说，皆屏息凝神，准备聆听佛陀即将讲述的因果故事。佛陀缓缓开口，向众人说道：在久远以前，有一座城市中住着一位名叫弥多的富商。弥多年轻时才智过人，经营事业非常成功，积累了大量财富，生活富裕且舒适。但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对自己年迈的父亲缺乏尊敬与耐心，时常觉得照顾父亲是一种麻烦和负担，经常言语冷漠，态度不耐烦。弥多的儿子自幼聪慧，但他从小便观察到父亲对祖父的态度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他也逐渐认为老人本就不需要太多尊敬。他常常目睹父亲不耐烦地回应祖父的请求，渐渐也养成了同样的心态。佛陀的故事让在场的众人心头一震，因为这个情景似乎在许多家庭中都发生过，令人感到无比真实。佛陀继续讲述，时间过去了许多年，弥多逐渐老去，家境也随着岁月的变迁而逐渐衰落。当他年老之时，终于面临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，需要依靠自己已长大成人的儿子。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儿子却对他态度极为冷淡，不但不愿照顾他，甚至还经常言语粗暴，视他如同累赘。最终，弥多的儿子甚至决定将他逐出家门，让年迈的他在街头流浪度日。就在流浪的日子里，弥多痛苦万分，这才猛然想起自己年轻时曾经对待父亲的态度，深刻意识到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就是自己当年种下的恶因。众人听到此处，不禁内心震撼，纷纷低头沉思，开始反省自己平日对待双亲的态度。佛陀继续说道：在弥多临终之前，他终于彻底醒悟过来，悔恨不已，发下了极大的愿望，
愿我来世再得人身之时，一定用孝敬父母的态度来善待父母，为后世子孙种下孝道的善缘，不再受此轮回之苦。这位弥多商人，弟子们，你们可知，他正是今日的贤达。现在所受的儿子不敬之苦，便是过去所种恶因的果报。听闻佛陀此言，在场众人皆深深震撼，对于因果循环报应之理有了真实的体会。佛陀的话语使贤达与在座每一位弟子内心彻底醒悟，意识到原来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境遇都并非偶然，而是源自过去所种下的因果。透过这个故事，佛陀巧妙而深刻地揭示了亲子之间因果循环的奥秘，让众人明白了家庭关系真正的本质与解决之道。当佛陀讲述完弥多商人与贤达居士的因果关系之后，竹林精舍内陷入了深沉的寂静。弟子们与众多在家信众纷纷低头反省，心中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觉察。片刻沉默之后，佛陀慈悲地开口道：弟子们，世间的一切境遇都绝非偶然发生，每一个人现在所承受的痛苦或享受的幸福，都是过去自己亲手种下的因，今日才得到这样的果报。特别是在家庭关系中，父母与子女之间，这种因果循环尤其明显。佛陀进一步详细解释，你们的生命就如同一块良田，所种下的每一粒种子，最终都将在未来某个时刻成熟、开花结果。如果种下的是感恩、尊敬和慈悲的善种，未来结出来的果实自然是幸福和和谐；反之，如果种下的是抱怨、轻慢和冷漠的恶种，未来所结出的果实便是痛苦、冷漠和怨怼。佛陀继续引用《杂阿含经》中的经文，为众人深入阐明这个道理：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因缘生灭法，佛说皆是空。佛陀说，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你们，世间万事万物都没有偶然，你们现在家庭中的种种问题，都是自己在无明之中所造作的恶因所产生的果报，而你们想要改变未来，就必须从当下的心念和行为开始转变。听到此处，在座弟子皆纷纷抬起头，眼神中闪烁着恍然大悟的光芒。佛陀看出众人内心已有所觉悟，继续温柔而严肃地叮嘱道：你们必须牢记，尤其是父母子女之间，更是深刻的因果循环关系。当你们今天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，日后你们的子女就会如何对待你们，这是自然的法则，无人能够逃避，也无人能够改变。佛陀继续说道：如善生经中所教导，父母是我们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老师，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，深刻地影响着子女的行为与态度。当父母对老人尊敬有礼，孩子耳濡目染，自然学会尊敬长辈；当父母对老人冷淡不耐烦，孩子潜移默化，自然会以相同的态度回报父母。佛陀进一步举例说明，例如，当你们看到一个父亲总是对年迈的祖父母表现出不耐烦与轻视，他的孩子从小目睹这样的行为，逐渐在心中认为这样的态度是正常且可以接受的。当这个孩子长大后，必然也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的父母，因为这就是他从小所学到的待人方式。这个时候，父母往往会抱怨孩子不孝，殊不知这种不孝的种子正是自己亲手种下的。佛陀最后以深刻而温柔的声音强调：弟子们，这就是佛法中所说的因果循环，丝毫不爽，分毫不差。如果你们希望子女日后对你们温和尊重，那么你们现在就必须对自己的父母表现出尊敬与感恩，这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。佛陀讲完这段话之后，许多弟子纷纷感叹不已，内心深处开始逐渐觉察到自己平日的行为与态度。第4部分，佛陀教授具体的孝道实践之法。当弟子们逐渐理解了因果法则在家庭关系中的重要性之后，内心更迫切地想知道如何才能具体地改变自己的行为，从而修复并建立真正和谐的家庭关系。佛陀看出了众人内心的迫切，慈祥地告诉他们：你们现在既然已经明白因果定律，接下来便要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切实去实践孝道。佛陀引用《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》中的教导，
父母之恩如须弥山，无以为报。然后具体的指导众人如何修持孝道。一是要培养内心深切的感恩。佛陀教导弟子，每日醒来后，首先应当内心默想父母之恩，深切感受他们为自己所做的种种牺牲与奉献。唯有内心真正充满感恩，才会自然地生出对父母的尊敬和耐心。二是要用慈悲与耐心对待父母。当父母逐渐年迈，身体不再如年轻时灵活，甚至言语变得啰嗦，记忆逐渐衰退时，弟子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，父母今日所经历的，就是未来自己将会经历的。因此，要用温柔的言语、耐心的态度，善待父母的每一个需求。三是要从言语与行动上表达尊敬。佛陀特别提醒弟子们，尊敬父母并非仅在心里默念就足够，更要表达于日常的言语与行动之中。例如，对父母说话时要用恭敬和温和的语气；与父母相处时，避免随意发怒或表现出不耐烦，主动为父母做一些细微但体贴的事情，以具体行动落实孝道。佛陀强调，你们必须明白，孩子真正学习的是你们的行动，而非你们的说教。因此，最好的教育就是从你们自己的孝顺父母开始做起，让子女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学会孝顺。听完佛陀深入浅出的教导后，贤达居士深感懊悔，同时心中充满希望。他站起来，诚恳地向佛陀发愿：世尊，我从今日起必将彻底改变自己对待父母的态度，以慈悲与感恩作为日常言行的准则，希望能从根本上改善家庭的气氛，并让儿子也从我身上学会真正的孝道。佛陀欣慰地点头微笑：善哉，贤达，只要你持续这样去做，便能真正改变自己的生命与未来的家庭关系，种下幸福与善缘的种子。众人听完佛陀的教诲后，也都开始反省自己的家庭行为，决定从内心真正改变，为自己与未来世代创造幸福与和谐的未来。当众人明白家庭因果关系的真相后，内心更加迫切地渴望知道具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陀的教诲。佛陀洞察人们内心的需求，继续慈悲地为大家详细开示。佛陀说，要改变家庭关系，首先要从觉察自己的内心和言行开始。大部分人生活在无明之中，无法觉察自己言行所种下的果报，因此觉察便是修行孝道与改善家庭关系的第一步。佛陀随后具体指出几个日常生活中容易实践的方法，让弟子们明白如何落实到具体生活中。第一，觉察自己对父母的语言与态度。佛陀提醒众人，每次与父母沟通时，都应该问自己，这种语气和态度如果是从孩子口中说出来，自己能否接受？自己是否会感到难过或受伤？佛陀进一步解释，一个人若能时时觉察自己的语言和态度，自然能避免言语粗暴、态度冷漠的情况发生。因为你们每一次与父母的互动，都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对待你们。因此，觉察自己的言行，才是真正改善家庭关系的基础。第二，培养感恩心，每天思维父母恩德。佛陀引用《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》所言：假使有人左肩担父，右肩担母，经百千劫，犹不能报父母深恩。佛陀说明，既然父母恩重如山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们就应该养成每天思维父母恩德的习惯。早晨醒来后，稍作静坐或默想，内心清楚感受到父母一生中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牺牲与付出。当内心常怀感恩之心，待父母自然会升起真实的敬爱和慈悲，从而改变言行，种下善缘。第三，从小处做起，以身作则，教导子女。佛陀强调，你们必须知道，子女最有效的教育，绝不是空洞的说教，而是具体行动的示范。父母如何对待老人，如何对待彼此，就是孩子未来行为的范本。佛陀教导众人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们应当主动为父母做一些细微但体贴的行动，例如替父母准备食物，为他们按摩或整理衣物，主动关心他们的健康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能让子女从中学习到关怀与尊重，未来他们也会自然地回报于你们。佛陀进一步提醒，
子女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行动，更是这些行动背后的心意与态度。因此，当你们怀着真诚感恩之心为父母做事时，子女也会真正明白孝顺的真谛，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自己的行为。佛陀这些实际可行的方法，使众弟子更加清楚如何从自身觉察做起，逐步改善亲子关系，最终让整个家庭充满祥和幸福。经过佛陀如此清晰实用的教导后，贤达居士内心充满悔悟与信心，当场向佛陀发下庄重的誓愿：世尊，弟子今日才彻底醒悟过来，从此一定全心全意实践您的教导，以最真诚的心去孝养我的父母。从自身做起，彻底改变家庭氛围，让孩子也能从我这里学到正确的待人方式。佛陀慈悲地微笑道：善哉，贤达，若能如此，你必能改变家庭的因果循环，为未来种下幸福与安乐的种子。回家后，贤达立即付诸实践，他不再对年迈父母的需求感到不耐烦，反而主动关心他们的健康，每天亲自准备营养丰富的食物，甚至陪伴他们闲话家常，耐心聆听他们的故事。一开始，贤达的父母有些讶异，但慢慢的，这种温暖的氛围开始滋养整个家庭。更令人欣慰的是，贤达的儿子也开始注意到父亲行为上的改变，逐渐从父亲身上学到了温和、尊重与感恩。几个月过去后，贤达欣喜地发现，自己与儿子之间原本僵硬的关系逐渐缓和了。儿子不再粗暴地与他对话，甚至开始主动关心他的健康与心情。原本沉重的家庭气氛逐渐转变成温暖而和谐的场景，这让贤达真实地感受到佛陀所教导的因果法则确实不虚，只要内心真正转变，生命便能随之改变，家庭也能重获幸福与和谐。经由佛陀在竹林精舍的深刻教导，众弟子们彻底明白了家庭关系背后真正的因果法则。世间一切果报皆从自身所种的因开始，想要孩子将来如何对待自己，就必须从今日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开始。真正的孝道不是外表形式，而是内心真正的觉察与感恩。佛陀最后以温和而庄重的口吻叮嘱所有弟子：你们今天所听到的一切教导，若能确实实践到日常生活当中，家庭必定转变，子女必定孝顺，未来幸福之果必定会自然成熟。从此之后，众弟子们都认真地实践佛陀所教导的方法，时时觉察自己，内心感恩，言行慈悲，从而彻底转变家庭关系，种下了世代传承的善因。这场佛陀的开示，深刻地揭示了家庭幸福真正的本质。你对父母的态度，就是孩子将来对你的样子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所有弟子心中，成为他们终身的修行指南，也为后世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智慧启示。